你把银行错转的8000万全部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就这样，你靠着欠债不还，成了1000亿富豪。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该如何快速花掉这8000万。如果被银行追回的话，那这系统的新手福利就没了。他以前就看过类似新闻，这钱不能动，动了得坐牢。可如果不动的话，那必被追回。苦三多开始思索如何能留下这笔钱。转账不行，正常花出去也不行，都容易被追回。买车买房需要的时间太久，也会被追回。突然，苦三多眼前一亮，心中顿时有了计划。买新房或许不靠谱，一是交易没那么快，二是容易被追回。可买烂尾楼就不一样了，那开发商本就一屁股债，马上都要跳楼了。这钱如果到了他手里，不出5分钟就得无影无踪。毕竟追账的人可不少，银行想找这种人追回，那显然是不大可能的。苦三多开始寻找烂尾楼盘。不一会就锁定了恒雅蓝轩。恒雅蓝轩是王氏地产开发的，因为资金链断裂，资金无法回笼，只能停工烂尾。查了一下售楼处的电话，苦三多拨打了过去。喂，您好，我要买房。抱歉先生，您说什么？我认为你们老板能挺过去，我要买房，还要多买几套。你们现在的房价应该很低吧？你问问你们老板。好的先生您稍等。什么？看中咱们能升值？升个鬼呀！老子马上都升天了，别他妈烦我！真的，王总，对方说要多买几套，问我们现在的价格。你把号码给我，冤大头我见多了，主动凑上来等死的冤大头还真没见过。这人比国图0比7还离谱。说着就给苦三多打去了电话。喂，是你要买房子吗？是我想知道现在恒雅蓝轩的房价。你确定你不是想搞什么事？实话跟你说，如果你是想从我这里搞到什么消息，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现在银行有一笔3个亿的贷款要到期了，我能借的都借了，手里的钱根本凑不够贷款，我已经准备把项目收了。你如果是业主，也不用担心房子烂尾，云海集团会收购恒雅蓝轩，但到时候你们80%是需要再给新公司付一笔补充费，房子还会继续盖的。云海集团，懂了。早就听说云海集团旗下一脉有意进入地产行业，没想到是真的。王老板甘心他妈了隔壁，他们给老子下套，可没法子。老弟，就算你联系到了我也无能为力。可你放心，我老王做生意一向诚信。你是业主是吧？等以后吧，我老王记着这事，等2年，到时候你们补了云海多少钱，我全退还给你们。这人还挺有良心。来我这里吧，我这里有笔钱，买房子我是认真的，这笔钱或许能帮到你。老弟，你就算买10套房子又有什么用？跟你说实话，这不是钱的事。我有8000万。什么8000万？你认真的？如果你真有8000万，我直接卖你一栋楼，11层，2个单元，44套房子，附赠车位和储藏室。但有一点我得提前说，这件事不只是钱的事，是得罪人的事。还真是跳楼价，这相当于打6折了。至于得罪人，那无所谓了。我只有2个问题：第一，雍城银行你有没有关系可以大额转账？现在转账有。第二，这笔钱如果被追回，你能不能保得住啊？老弟，你这是赃款呢？脏不脏对你来说重要吗？也是。我来解决什么交易？现在立刻，你来晚1分钟就有1分风险。苦三多将地址告知王老板，然后挂断了电话。15分钟后，王老板拍马赶到。你花8000万买了烂尾楼，你没急，房地产老板却急了，只因你这8000万是银行转错了。到了苦三多家里，王老板便联系道上的朋友帮忙转移财产。喂，刘行长，求你帮个忙，我一弟弟给我转钱了，结果涉及大额转账，你给开个权限呗。好嘞，谢谢，回头请你喝酒。挂断后，又给几个大佬打去了电话。强子，欠你公司的钱等会我转给你，但是你得再借我。放心，找到门路了，这次能挺过去。高大哥，活下来了，放心吧，就是有一笔钱需要从你那边过一下。行，以还款和借款的名义，没事，放心吧。一连串电话打过去，8000万已经转了好几手。老弟，多谢了，以后用得着老哥的地方，你别客气，尽管开口。你看看合同，没问题就签了。恒雅蓝轩位置最好的一栋，我特意留着没卖，想等房价上去的时候再说的，全给老弟你了，就当是老哥的感谢。哈哈哈。两人签好合同，这笔交易算是结束了。老弟，你年纪轻轻，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也没啥，银行打错款了。啊，那大家全完犊子了，这种是要坐牢的。我上面的刘行长也要跟着倒霉了。怕什么？银行急着要钱，你也没钱啊，所以啊，银行只能贷款给你，让你继续盖房子，只有房子盖起来了才有钱。老王反应了过来，仔细一想，还真是如此。这个年轻人有点邪门呐，因为银行打错款，他能做这么多事。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傻叉，没想到是大智慧。此人以自身为棋，顺天半子啊！就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你好，苦三多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2个小时前打错了一笔汇款，我刚刚查看了一下，那笔钱已经汇走。请问你是用来做什么了？苦三多心中不由得有些愧疚，这姑娘的工作怕是无了，以后想办法补偿她吧。我买了烂尾房，恒雅蓝轩的房子，
开发商没有钱继续盖楼，我干脆用这8000万全买了他家的房子，这样他就有钱盖楼了。你放心，等房子盖好了我就卖，拿到钱就还给你们。啊，你别开玩笑了，烂尾了你也买，万一人家不盖了呢？哈哈，不盖了不还有你们呢吗？你们银行8000万都出了，那就再出点，当个接盘侠呗。等盖好了，一样赚钱。啊，我们只做金融，不做地产啊。女孩急了，紧接着她的爷爷接过了电话。喂，你好，我是雍城分行的行长赵景国，我警告你，这钱是打错的，算非法所得，是要坐牢的。那你们来抓我呀？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去坐牢了。我住在蔡徐村文化街，报警吧。你是铁了心的当老来是吧？别激动，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好好想想，想不通就直接报警吧。嚣张，太嚣张了。雍城分行会议室，行长，现在怎么办？要不报警吧？先等等，普通人大额转不了这么多钱，肯定有人帮他。难道有内鬼？还有，查王老板的账，看看钱去哪里了，动用所有关系，这件事瞒不住。但如果我们能给个说法，把钱追回，上面也不会多计较。虽然涉及的钱款比较多，但毕竟只是一件打错账户的小事。众人脸色微变，一句有内鬼就有点吓人了。开始吧，各位。很快，流水记录就摆在了赵行长面前。他看着资料，面露不可思议的神色。这人钱到账不到20分钟，马上就转走了，如此果断。行长，王老板的账户在钱到账后不到1分钟就转到了8个账户中，全都是公司账户，有省城的公司，也有咱们雍城当地的公司。我们打电话询问了，他们说是王老板还债的钱。行长，根据我对王老板和其公司账户的调查，发现那8个公司在几分钟内又以借款的名义给王老板公司的账户打了8次钱，合计8000万整。这是洗钱呢，团伙作案。还有更离谱的，行长，王老板公司账户在收到钱不到3分钟时间，便以偿还银行贷款的名义汇款去了总行，负责这笔贷款的是总行刘副行长。查到了，行长，根据总行那边回信，苦三多的账户临时开通大额转账是刘副行长打电话委托总行的一位同事做的。内鬼难道是刘副行长？你花8000万买了烂尾楼，你没急，房地产老板却急了，只因你这8000万是银行转错了。喂，老领导，你犯事了，我没骗你，也没咒你，你是不是给别人开了8000万的大额转账？总行副行长办公室得知消息的刘副行长气急败坏地拨通电话。王八蛋，你搞什么？赃款也让我帮你开通大额，你疯了是吧？刘老哥，这是我唯一的活路，你觉得我疯了吗？刘副行长沉默，倍感头疼，遇见亡命徒了属于是。现在咱们全掉坑里了，就这件事，只要爆出去，我就完了，你知道吗？不，还有活路，你现在已经落水了，没得选择。而且你这么想，这一栋楼只要盖起来，价值1.5个亿，放银行手里一立大功，放个人手里1年后纯赚7000万，如何选看你。只要这件事平稳过渡，所有人都会没事，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刘副行长闻言沉默了下来。几千万的利润他当然想要，但拿了就得罪了云海集团，对方也是雍城当地支柱企业之一。现在唯一的法子就是闹大，拉更多的人物落水。那小子愿意转手合同吗？那可是7000万利润。这个好说，毕竟只要你们不起诉他，就不用坐牢了，他可以少赚点。而且只是涉及到云海集团，他有你们这个伙伴，也能分担不少风险。云海集团在咱们省的地位，你不会不知道吧？人家动动手指，你都差点破产清算，这个压力我扛不住，我得保证利润足够，拖人下水。扛不住也得扛，要不就是死，这是唯一的机会。台子人家都给我搭好了，我要是不搏一把，岂不是让人家小年轻看的笑话？抱歉了，老刘。妈的，我豁出去了，到了我这个位置，还能直接辞退我不成？我他妈上面也有人，总有顶得住压力，又想要这笔钱的。你之前申请的贷款我批了，马上就到账，后面就看你的了。放心，雍城这地方我也是有几分能耐的。他云海集团一个卖矿泉水起家的企业，胡乱插手房地产，这次必定让他血本无归。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他给上面的大人物打去了电话。喂，老领导，我手底下有这么一件事，或许您可以入局。好，没问题，明天您派人过来。第二天，上面的人找到苦三多洽谈合同转让事宜，陪同的还有分行行长赵建国。苦兄弟，这件事涉及云海集团，单靠雍城分行和总行的刘副行长可顶不住压力。你若不肯放手，那结果就是玉石俱焚。雍城分行倒霉，总行刘叔下台，你坐牢，王老板拿不到贷款，房子继续烂尾，最终还是便宜了云海集团。现在我家老爷子愿意出手，但这是会得罪云海集团，你总该让我们吃点油水吧？说说你的条件，只要不过分，我都能做主。这才对嘛！我对房子其实也没兴趣，但我对欠账很感兴趣。这样，
8000万，你借我8000万，这栋楼就是你的。等明年这个时候，楼一卖，到手1.5亿，我借的8000万你会连本带利的偿还，相当于没有任何条件，你纯赚。不可能，不是我不相信你，但事实就是你从未有经商的经历。借给你8000万，我怕8万都收不回来。这样，我给你1000万，你将楼转给我，后续一切事情都跟你无关了，相当于纯赚1000万，怎么样？1个亿万你空手博取1000万现金，你也血赚了。1000万是不少了，可这是赚来的钱，不是欠的债，不计算积分，没积分换不了技术，没技术要这1000万做什么？两人就此僵持，显然都不满意对方提出的条件。此时赵建国开口：“我有个办法。胡老弟，你把楼给他，他给你1000万，你拿着1000万去置办一个产业，最好是可以吹嘘又难以验证价值的产业，然后抵押产业向我们银行贷款8000万，这样可行吗？你们会批款给我？可行。如果是我，借我俩胆子也不敢批你这个贷款。但是上面还有刘副行长，在上面还有胡家老爷子，这件事可以操作，只要不太明显，谁也挑不出毛病。但有一个重点，一旦这么做了，你就真欠这8000万。你如果玩砸了赚不到钱，到时候就真进去踩缝纫机了。放心，我有信心，我有欠债系统，何愁赚不到钱？我补充一点，涉及这么大的款项，我需要一定的保证。我们银行会安排一个管账的人，还有2名保镖。另外，如果你做的生意发生大规模亏损，我们随时可以要求你立刻还款。好家伙，管账的是你的人，也就是说钱没法乱花，保镖是你的人，保护我，这是防着我怕我跑路吧？这是唯一的且能合理让你拿到8000万的方法。你也别嫌麻烦，如果血本无归或者你跑了，我下半辈子就完了。行，我答应了。签完合同，送走两人后，苦三多打开了系统面板。健康水质提升技术5000积分，食品与饮品配方优化技术5000积分。这2项技术好呀，云海集团就是靠卖矿泉水发家的。若是买下这2项技术，打个云海集团还不跟玩一样？就这么干。说着，苦三多给老同学打去了电话，计划下一步行。银行错转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沈豪。喂，刚子，我听说你们老家是什么长寿之乡，水质养人，还有一片自然水库，最近失业了，准备自己创业，去你们那逛逛。行啊，兄弟，随时欢迎你来。好，我订票现在过去，中午见。苦三多刚出门就看见赵建国领着3个人在等他，2个彪形大汉，一个美艳少女。赵行长，这就是你找来的保镖和管账的吧？我说你这也太急了吧，钱都没到手呢，你就带人来了？我兜里的钱是我自己的，不需要你们管账。反正要不了几天了，等你确定了要做什么，随时可以批款。他们这不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吗？我信你个鬼！你是怕我跑路吧？我约了老同学去他老家那边考察项目，如果可以很快就确定下来了，不会跑路，你就别担心了，我可比你着急。带着他们吧，安全，还有人能干脏活累活。说着，赵建国伸手指向美艳少女，少女身穿长裙，一头长发搭配上绝美的容颜，妥妥的美女。你好，我叫陆望舒，以后就是你的秘书兼助理兼财务兼吃喝拉撒。我们行长交代了一句话，寸步不离，希望你能接受。苦三多听着这熟悉的声音，也是恍然大悟。哦，就是你把8000万错打给我的对吧？没错，就是他。哈哈哈，这种祖宗还是祸害别人去吧。本行长有心脏病，受不得这种惊吓。你让他来帮我管账，你就不怕他回头给我整破产了？绝对不会。他调来我们行的时候，我看过资料，名牌大学毕业，专业会计，各种证都有。以前我都不敢相信这种人才会来我们这种小庙，毕竟去了大的投行或4大行之类的，人家肯定也不会拒绝。如今想想，这是上天为你准备的呀。虎兄弟，你是谋士，他是猛将，你俩绝配。虎兄弟，这2位是王刚、郑强，都是今年才退役的军中好手，绝对能保证你的安全。你个老登是想告诉我绝对跑不掉是吧？算了，无非是多几张嘴，多几张票，那就跟着我吧。走，出发。雍城金江新区云海集团，此时一场内部会议正在召开。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虽然我并不赞同集团涉及近虎西洋的房地产行业，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我们就绝不能任由云海集团的脸面被人踩在脚下，这将导致资本对我们的评分降低。这件事各位有何应对办法？这次损失虽然不小，但还在接受范围内。只要是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我们云海集团不是输不起，而是不能输在一个被我们集团开除的牛马手中。现在当务之急是挽回脸面，不让我们的评分降级，让外界知道云海集团不是那么好惹的。好了，散会，赶紧想办法
这个苦三多不好惹。魏县月明湖，此时苦三多已经见到了好兄弟刚子。苦大哥，这是你女朋友吗？他俩又是谁？不，我单身。这是我助理陆望舒，他俩是我的保镖。助理、保镖，苦大哥，你发财了？发了点小财，我准备在这里建一个水厂，生产饮料矿泉水，你觉得怎么样？你开玩笑吧？这月明湖虽说有长寿之乡的名头，可这也没矿啊，这纯河水。刚刚还有人在河边撒尿呢，用这个生产矿泉水，啥子才买？污染水，老子的系统终于派上用场了。嘿嘿，刚子，你等着瞧吧。银行破转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我准备在这里建一个水厂，生产饮料矿泉水，你觉得怎么样？你开玩笑吧？刚刚还有人在河边撒尿呢，用这个生产矿泉水，啥子才买？要的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反正我有系统。这湖属于自然水库，怎么没有改造成景区？我们这小县城太偏了，再加上魏县的年轻人多数都去雍城打工了，我们魏县当地的经济都发展不动，更别提旅游了。而且要承包这片水库的话，价格可不低，所以一直荒废在这。多少钱？这片水库不小，但也不算太大，因为沟通地下河，也没办法进行水产养殖。我记得前几年倒是有人想承包，但是找专家检测后选择了放弃。当时县里的报价好像是2000万30年，听我一声劝，不要搞这东西，钱可不能打水漂啊！我有绝对的把握，我既然敢创业，没点底气可能吗？那好，我帮你问问。随即拿出手机就拨通了一个电话，聊了起来。我找朋友打听了一下，如果你真想拿的话，可以去谈，大概1500左右，时间还是30年。谢了，你去谈，1000以内，20年。陆望舒科班出身，金融精英，相信他去谈判的效果肯定比自己好。几个小时后，陆望舒带着郑强终于是回来了。搞定了。跟900万，干10年，价格谈到底了。他们说在地没法往上交差，而且他们显然不想放过你这个冤大头，说越快越好，下午就可以签合同。厉害，不愧是专业人士。害怕夜长梦多，苦三多马上带人去签了合同。听说苦总承包水库是准备建水厂，有什么需要我们县里帮忙的尽管开口，这是我的名片。承包水库只是第一步，后续水厂和食品饮品加工厂都会上马，到时候还往县里多开绿灯。好说好说。苦三多将合同拍了照，发给了赵建国。老弟，你没给我开玩笑吧？900万包了个水库，咱们不是说好了搞一个能吹嘘又很难验证价值的产业吗？你这破水库能贷个毛的款呢？别说我了，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敢借你8000万。水质非常好，喝能长寿。还长寿？你还不如说你有传国玉玺和复活项链呢。我没骗你。算了，我会让陆望舒准备齐全资料，这边3天之内会拨款。你要想清楚，还不上钱你会坐牢的，你好自为之。挂断电话，他给胡光宇打了个电话。胡少，我想我是完了，那小子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眼光，借贷8000万，他去卖矿泉水，你敢信？怎么出问题了？我先前还觉得苦三多这个人值得结交，可他这是什么操作？8000万搞矿泉水，不说全国市场早已被大品牌占据，就算是在咱们东江省，云海集团这个庞然大物业牢牢地将饮品市场握在手中，他这么做跟找死有什么区别？疯子总有疯子的做法，胜者为王嘛。你不要看他做了什么，你要看他做出什么成果。敢这么做，只要不傻，肯定是有底气的。现在就看他的底气值不值得你结交了。我觉得他马上就有大动作了。银行破转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苦三多承包水库后，就来到人才市场招聘专业人士。他们抵达人才市场的时候已经是11点半，有些招人的企业已经开始收摊子走人。喊你几次才起床？现在好了，都结束了，还怎么招人？看缘分嘛，跟筛豆子一样，小的都提前下去了，大的肯定有脾气，不愿意接受那些企业低微的福利待遇。陆望舒去做了个摊位，苦三多便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周围路过的人看到这一幕，顿时眼前一亮，却没几个赶上前来毛遂自荐的。毕竟有助理有保镖，这架势看起来就不像是要招普通人。几分钟后，一个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颓废气质大叔走上来。你们招什么岗位？什么都招。你想做什么？什么都招。总经理招不招？你看我行吗？我看行，签了吧。这么随意吗？怎么不敢了？有什么不敢的？星海饮品食品有限公司哦，昨天刚成立的，在魏县，看样子是在筹建阶段。你们准备给我多少工资？我不知道你值多少钱，
不过你自己肯定知道你值多少钱，岗位、工资你自己写，只要你足够自信，年薪100万都可以。江立海笑了，途经感情事业双失败，在家闷了2个月，没想到出门遇见了疯子。不过疯子好啊，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极度失败，可眼前的这陌生人却愿意信任自己，给自己机会。他心中突然涌起万丈豪情。你不会后悔的。江立海在职务上写了总经理，在工资上面写了年薪80万，随后丢下了笔。这个价格估我绝对不高，我会证明我的价值。很自信。来，你坐这里。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招人呀，我可没招人的经验，术业有专攻。你既然是专业的，那就你来招。江立海闻言，心中更加的感动。刚签合同就放权，这是何等的信任！他起身坐在了招聘的位置上。老板放心，既然你信任我，那你只管说招什么岗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咱们公司现在只有老板、老板助理、老板保镖和老板唯一的员工，也就是身为总经理的你，剩下的你看着招。江立海脑袋一凉，整个人瞬间清醒，心里的感动顿时全无了，甚至有些怕，自己是不是上当了？富二代创业还是什么皮包公司？这老板不但年轻，还吊儿郎当的。公司初创线弄了个美女助理和俩保镖，这正经吗？这公司不会是闹着玩的吧？啊什么呀？这是一次机会，一次锻炼你的机会，一次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机会，你要珍惜。一旦完成了对一个企业从零开始的组建，以后就算再找工作，你也能给自己的简历大书特书了。那我何不自己创业？你有钱吗？这还真是盖伦出青玉，沉默又破防。江立海直接语塞。那我们就先去吃饭了，回来的时候给你带。苦三多笑嘻嘻的带着陆望舒3人离去。江立海握紧拳头。我他妈的为什么会觉得感动？这他妈的老板真是不当人子。罢了，先看看情况，反正还没签什么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没有违约金，情况不对赶紧溜。离开招聘市场，苦三多4人找了个火锅店坐下，特色招牌毫不犹豫的全点了一份，足足吃了2个多小时。完事让服务员打包了一些饭菜，4人向着招聘市场出发。当4人到达时，江立海正对一群人做着培训。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这个过程或许很累，但是毫无疑问，你们只要能够留下，那都是元老。公司初创阶段，老板使得砸钱，升职容易，竞争压力虽然大，但是赚钱肯定很简单。公司垮了没关系，是产品没有竞争力；老板垮了没关系，是他眼光不行，干错了行当。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所以兄弟们，听我的，签合同，好好干，干得好咱们大赚，干不好咱们小赚。我这个总经理绝对和你们站的同一战线。气氛被带动了起来，本有些犹豫的人这一刻也不犹豫了。总经理都这么说了，咱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干了！平一吧，签合同，给我也来1份。后方，陆望舒几人看得目瞪口呆。这样招人的吗？大哥，招你来卖矿泉水的，不是搞传销啊，人才啊！银行错转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公司垮了没关系，是产品没有竞争力；老板垮了没关系，是他眼光不行，干错了行当。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所以兄弟们听我的，签合同，好好干。苦三多感慨不已，没想到随便招了个总经理，居然是个传销天才。怪不得这老小子那么颓废，还敢要总经理的职位，显然是个会玩心眼、会动脑子的。江立海闻言转头，有些尴尬的看着苦三多，额头开始冒汗。妈的，刚刚的话不会全被老板听了吧？老子难道刚上任就要被炒鱿鱼了？你说的很好，你果然是个天才，放心吧，我不怪你。老板，那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不急，人招的怎么样了？大致上是可以让公司正常运行了，但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们公司是否有产品？咱们公司在研发方面准备投入多少？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但凡是干这个行业的，那肯定是有了核心技术，也就是食品饮品的配方，然后才去干的。在江立海看来，苦三多应该也是这样。放心，有配方且是独一无二的产品，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这一点你可以放心。现在的重点是搭建厂房、购买定制生产线、采购原材料，这些就简单了。我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的建厂地址是魏县月明湖，那个地方依山傍水，本就是魏县建筑行业原材料的产出地，运输方便快速，只要定下工程，不用半个月就能建成。很好，你既然是总经理，那我就给你放权，让你从零开始打造一个饮品工厂。只要你做得好，不用担心升职加薪的问题。这个饮品食品公司不过是我的一次小小的尝试罢了。只要你有能力，未来我会给你提供更大的平台，一展抱负。为什么自家老板表现得浑不在意？是了，他一定是富二代创业，或者有着极大的背景，这下跟对人了。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明天你就带人去魏县吧。
该做什么就尽管做，我给你提供5000万。下个月我想看到工厂建立起来，正常饮品公司该有的罐装生产线也得准备好。您放心。正式谈完后，普三多带人离开，剩下的事情全扔给了姜厉海。晚上回到家后，银行的8000万贷款到账，马上就能获得积分奖励，兑换黑科技。8000积分，一切的基础。本月结算开始，恭喜宿主负债8000万元，获得积分8000。终于到账了。普三多露出笑容，打开兑换商城，筛选最便宜的技术，选中健康水质提升技术，兑换成功，扣除5000积分，余额3000积分。一股数据涌入普三多的脑海之中，记忆就像与生俱来一样。那些数据正常人本是看不懂的，可普三多却能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中蕴含的奥秘。这下饮品行业要变天了。银行破赚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选中健康水质提升技术，兑换成功，扣除5000积分，余额3000积分。一股数据涌入普三多的脑海之中，健康水质提升技术并不是单纯的净化水质，而是星河时代普通人的饮用水制造技术。它能将数百种的物质搭配的微量元素掺杂其中，让水中蕴含能量和自循环的生物能菌群，实现人的细胞分裂速度变慢，微量提升人体寿命，大幅度提升人的精气神。我操，这是超级加强版红牛啊！这纯纯的黑科技，唯一的缺点就是高温会死亡，必须冷链运输保存才行。普三多一个电话打了出去，爸，老板啊，有什么事情？我需要租借一间生物研究室进行特殊菌群培养，你处理一下，明天就用。另外，你联系姜厉海，采购一套大型净化装置，我们的水质必须达到无菌级别。好，还有吗？采购20辆冷藏车，招司机，还有跟他说灌装也必须达到无菌级，时间很紧，让他多操劳一下。好的，老板。后面1周的时间，普三多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利用配方研制菌群，终于在一个大功成功了。成了，恭喜！姜总打来了电话，说工厂整体已经可以投入使用，问你什么时候去看看。现在就去，只要将培养基送到胃腺，填充大量微量元素，菌群就会快速繁衍，实现量产。出发，咱们终于要发财了！在魏县月明湖一侧，庞大的工厂已经建立完毕。待到普三多几人抵达的时候，整个工厂焕然一新。老板，根据您的要求，对厂房进行了无菌化改造，成本增加了很多。咱们不是食品与饮品公司吗？这不只是增加了接近3倍的成本，更是完全用不着啊！我感觉就算是医用，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咱们到底是生产什么？生产这个东西，我们卖的从来都不是矿泉水，是你们想歪了。我们卖的是保健品。老板，你没开玩笑吧？咱们是食品饮品公司啊，没这个资质。不需要资质，咱们当矿泉水卖，只不过价格高一些。这话一出，给众人彻底整懵了。姜厉海反倒是眼前一亮。我懂了，老板，你这是要搞个噱头是吧？无菌养生，打着健康的名义卖产品，实际上就是水无本生意啊！老板还得是你啊，这么黑心的吗？你懂个屁！走进屋，我让你们开开眼界。众人来到了生产车间，普三多将手中的无菌容器打开，每人倒了一杯。这就是咱们的产品，尝一尝你们就懂了。场面一时寂静，甚至有些尴尬。陆望舒拿着手中的杯子，有些不敢入口。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这里面可是细菌啊！这特娘的，谁敢喝？反倒是姜厉海和手下的2个年轻人，不知道那种详情。听闻是公司产品，毫不犹豫的就一口干了。有点甘甜，不是糖分的甜，是一种回甘却不腻的清澈感。虽然说到底还是水，但总感觉比自来水好喝。没有异味，除了略微的回甘外，没有任何味道。刚喝完没几分钟，姜厉海便有了感觉。感觉浑身清凉，很精神，大脑通透，四肢有力。虽然感觉很微弱，但是真的有。说到这里，姜厉海似是想到了什么，骤然看向普三多。老板，你给我喝的不会是违禁品吧？这就是公司的产品，绝不是违禁品。这东西源自于我对科学的研究，我意外发现了一种进化的菌种。这种菌种具备吸收微量元素物质、能量生产生物能量的特点。它有补充能量、净化人体水质、短暂加强人体的效果。它不是亢奋，是实实在在的加强。真的？那还卖什么矿泉水？这是改变世界的东西。如果这种菌种大量存在于人体，可不可以延寿？如果可以取代器官为人体提供能量，那是不是可以包治百病？是不是可以为癌症患者提供癌细胞所需的能量？周围众人听闻姜厉海这般说，一时间也是浮想联翩。菌种如果大量存在于人体，理论上可以延寿，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菌群必须低温保存，超过35度就会开始死亡。但是微量的延寿是可以做到的，每天喝6瓶，让菌群始终在身体内存在，不但长期保持神清气爽，
更能提升免疫力，防止疾病。这东西要说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震动世界是可以做到的。它的价值很高，但是没你想的那么离谱。这已经足够了，足够我们吊打市面上的任何饮品和保健品了。这个市场是庞大的，就算咱们成本高，卖价高，脱离了底层市场，可那也足够老板你成为首富了。就靠一个字，虽然这东西很好，可成为首富有点离谱了吧？就靠一个字，你根本不明白它的价值。毫无疑问，对于整个饮品和保健品市场来说，它是降维打击，它足以粉碎所有竞争对手的幻想。众人闻言心绪激荡，对明天批量生产更是充满了期待。我前往省城拜见业内大佬，没想到竟然被人诬陷贩卖假药。老板，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生产？越快越好，3天之内我就要在市场上看到我们的产品，保证完成任务。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名字、包装设计以及定价，这个你们可以畅所欲言，都说说自己的看法。经过2个半小时的商讨，最终确定包装分为小杯、中杯和大杯，名字就叫生物能注射液。老板县里打了电话，说是听说我们开始生产了，问我们什么时候举办公司成立庆典，他们会出席庆典，表示对外来企业的欢迎。这些事情你负责就行，我只要成果，告诉我预计1天能生产多少，我们的收益能达到多少。老板，我说出来绝对吓你一跳，咱们现在2大车间齐发力，24小时启动机器，1天最多可生产接近200万瓶。如果全部销售一空，扣除税款后，收入大概在5000万。给我拿一些成品，我要回雍城拉些投资，这里就交给你了。后续有什么需要的，你尽管去做，我大力支持。下午，4人开车回了雍城。苦三多拨通了王耀祖的电话。喂，苦兄弟，真巧啊，我刚好准备联系你呢。几个大佬听说了你的事情，非要让我拉着你吃顿饭，有没有时间？当然有时间，刚好我的新产品也出来了，老哥给品鉴品鉴。好，一言为定，我发你地址。电话挂断，很快一个地址发了过来，是雍城的一个高端酒店。苦三多直接赶了过去。来，老弟，给你介绍一下，市委雍城总行的刘成伟刘行长，市委鹏源证券的孙海孙总，市委雍华建筑的梁昌群梁总。王耀祖介绍的几人都是省城业内的几个大佬。老弟，我听说你带了8000万，要自己做生意，做的什么生意？你的新产品呢？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就等你这句话了，我这个产品绝对震撼人心，让你们目瞪口呆。先说好，我个人是急缺钱的，而我的产品一旦上市就是金山银山，不用担心我还不起钱，我可以高利借贷，你们可得投资我一笔。众人闻言了然，敢给自己拉借款去经营公司的，这说明借款人对自己公司的赚钱能力不怀疑，不准备低价卖股份。这恰恰也说明了公司很有潜力。拿出来瞧瞧，既然苦兄弟你这么自信，只要产品靠谱，我们永城总行愿意出一批贷款。恒源证券也很感兴趣。众人很给面子，苦三多也不多说，直接从带来的恒温箱中拿出1沓生物能注射液，一人1袋分发下去。众人看着眼前的产品，有些疑惑。这老弟，我属实没看懂这是什么呀？听我的，先试试效果，你们就懂了。来，你看。众人见苦三多喝下，犹豫着慢慢塞进了嘴里。场面寂静了几分钟，突然有人站起身来，不可思议地说道：“这种感觉有点神奇啊，感觉喝完以后身体充满了能量。”众人纷纷开口，惊疑不定，都感觉到了自身的异常。其中，雍华建筑的梁超群脸色变幻不定：“老弟，不好意思，我去个厕所。”我公司的新产品怎么样？效果是不是很惊艳？很难说好不好，毕竟以前我也没尝试过。只是老弟，这东西它不合法吧？怎么就不合法了？这是全新的，从未有过的，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几人面面相觑，满脸震惊。刘副行长端着杯子的手都在打颤。它的产量怎么样？售价多少？1天能供应200万只，每只30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脸色发白，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抱歉，有些低血糖，我先去吃点药。其他人见此也想跟着走，可碍于面子，一时间不敢动。都怪王耀祖这孙子，这找了一个活爹啊！这东西要是违法的，我们全都得进局子。就在这时，一群执法人员冲了进来。警官，就是这小子在卖假药。众人见状纷纷起身，齐刷刷地将手指向苦三多。我只是研发了一款矿泉水，却遭到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包围，甚至惊动国家生物实验室。误会，都是误会。闭嘴吧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下海从商前就是缉毒队的。你小子完了！研发新型违禁品，日产出200万只，只卖30块。你是想统治全球违禁品市场吗？小子，等着牢底坐穿吧！末日，这老小子原来刚才去厕所报警去了。我可以打个电话吗？不行，通通带走！被押送的前行路上，有人指指点点，特别是站在旁边的一男一女，皆是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制造售卖伪品，他不是卖矿泉水吗？范文平震惊地看向张婉宁，张婉宁也是一脸吃惊。范总，我也不知道啊。快打听啊！很快，张婉宁从别人口中得到消息，他应该是借着卖饮料的名头研制新型违禁品，听说日产量足有200万只。好家伙，前所未有！这小子果然是个人才，这是特大案件，这下子整个东江都出名了。这小子的名字明天指定上新闻联播。很快，苦三多被关进了拘留室。这位兄弟，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是卖了点矿泉水。别嘴硬了，研制新型违禁品，日产量高达50吨，职业就不良你。苦三多无力解释，但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事，因为陆望舒的行长父亲肯定会出面解释这件事，所以很是淡定。一处庄严的办公楼中，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张秘书满脸大汗地走了进来。领导出事了，陆小姐因为涉嫌研制新型违禁品，大批量制造贩卖违禁品被抓进去了。什么？不可能，那丫头绝不会干这种事情。是真的，陆小姐表明了身份，执法部门紧急联系了我，您说会不会？你大胆说。那个苦三多喜欢剑走偏锋，会不会是他出了事，陆小姐被连累了？陆启明闻言脸色一变，哼，那小子虽然剑走偏锋，可还不至于刀尖上跳舞吧？走，我们去看看。可领导您的身份，这种事情一旦坐实，我也跟着遭殃。快！经过陆启明的交流和提供的检测报告，执法人员也明白了这件事只是一个误会。第二天一早，苦三多就被无罪释放。当他走到大厅的时候，恰好看到了陆望舒。他站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身旁，那中年男子手中拿着生物能注射液，正在与人说着什么。旁边有2个老者，非常激动，感觉手脚都在颤抖。老板，我们在这。陆望舒招手，众人看向苦三多，那2个老者快速围了上来。你就是生物能特殊菌种的研发人吗？我累了个骚缸，小伙子这么年轻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没想到我龙国的青年才俊还有这好人物。你们是？我们是龙国国家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国家级生物实验室的领头人之一。啊！只是研发了一瓶矿泉水，竟然引来龙国生物实验室，只因我这矿泉水是能提升人类体质的黑科技。我叫陈建，雍城大学医学院教授，雍大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这位是近期在雍城大学生物学院开讲座的苏教授。苏教授是我们龙国微生物学界的顶级学者，国家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是国家级生物实验室的领头人之一。生物能菌种震惊世界是必然的，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吸引这等人物的注意力。小伙子，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交流一下？你发现的这种菌种太惊人了，这是震惊整个世界的大发现。昨天夜里，我们对这种菌种进行了初步研究，我们发现它的出现将对如今的科学界产生巨大震动，与此相关联的可研究方向非常多。可以说，这种全新的变异菌种直接给如今的生物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赛道。您过奖了，对于这种菌种，我们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可以明确的告知您，这东西的出现会造成震动，但绝不至于开辟一个全新的赛道。将菌种的特点与苏教授说了一下，苏教授顿时有些失望起来。不过很快，苏教授眼前一亮，那是否有菌种再次变异的可能性？别的不说，只要菌种能够承受的生存环境温度再提高10度，那这东西就能直接改变世界，改变全人类的体质，实现人类的全面进化。苦三多暗自摇头，他从系统商城里兑换来的技术基本上都是成熟的，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菌种是没可能2次变异了。不过苦三多当然不会这么直白的说，反而心里有了别的算盘。您老也知道我是开公司的，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精力投入到这些研究中去，不如我们公司和您老合作研究。好啊，我老头子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你这项发现足以震动世界，一旦我接手，必将吸引全球相关人才的加入，这会为我和我们的各项研究带来巨大的好处。这样，我老头子可以承诺，任何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都只保留自己使用的权利，任何能带来收益的行为都必须得到你的授权才会进行下去，且所有收益减去成本之外全都是你的。那就多谢苏老了。苦三多顿时乐开花，这老头是真靠谱，这是典型的求名求知而不求利，一心只想搞科研，并不在乎额外的收益。毫无疑问，特殊菌种虽然无法直接当作净化液用，但也是有着很多研究价值的，只要开发得当，后续的收益肯定不会少。这样，我们双方合作的项目暂时我就不投入资金了，暂时由你们承担，但我可以承诺，未来所有研发出的成果一旦收益，其中20%的纯利润全部当做研发经费，由您老自由支配。多谢，那可太感谢了。苏老握着苦三多的手，很是感激，根本不用怀疑，全新的菌种还是苦三多的独门秘方，只要苦三多愿意，有太多的机构愿意出钱出人供苦三多去研究，当然苦三多也不会亏，什么都不用管，等着数钱就行。苦总，
我们医学方向也需要这种菌种啊。在很多方面，你们的生物能注射液都会对我们的治疗产生巨大的辅助作用。我们雍大医学院也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我们也想合作一下，能不能给个机会？眼看苦三多不为所动，陈健忽然又加大了筹码。据我所知，你们星海公司刚成立，很多福利待遇应该还不够完善吧？我们成为合作单位后，你们公司的员工可以来雍大附属医院进行免费定期体检，这是独属于我们医院内部的福利，我可以做主，直接分享给合作单位。合作愉快。此时，王耀祖的电话也打了过来。老邓，你什么情况？说请我吃饭，结果是给我送进去是吧？老弟，你出来了，怎么出来的？都他妈跟你们说了，不是违禁品，是正规生产的全新产品。实在抱歉，这样老弟你先回去休息，今晚我做局，咱们再聚聚。我让梁超群那孙子给你端茶倒水，亲自道歉。端茶倒水就免了，短时间内我没空，产品太牛逼，没办法。科学院的院士找上门来了，还有雍大医学院都上门要合作，最近就不聚了。说完后，苦三多挂断电话，而这时王刚突然说道：“老板，要不你给赵行长也打个电话？说完执法人员审问了我们之后联系了赵行长，我们出来后不知道怎么说，一直没联系。赵行长这会儿的心理压力估计也挺大。”此时，赵建国家中双眼通红熬了一夜的赵建国已经站上了天台。老赵，你不要想不开啊！小娇妻紧紧地拉着赵建国的胳膊。是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太想进步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给那小子贷款的，本来就是违规操作，老子千防万防，万万没有想到他制毒去了。我特娘的就在纳闷，什么生意能这么赚钱？什么生意能让他这么自信还得了款？咱们不要了，现在就跑路，只要人还在就好啊！别劝我了，这件事我只能背了，不然连累到了胡少，咱们就全完了。赵建国绝望地闭上眼睛，而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胡少，快接！赵建国赶紧接通了电话。赵行长，帮我约一下苦三多啊！约苦三多？怎么约？那小子还坐牢呢，估计马上就要枪毙了。我懂了。胡少这是隐晦的提醒自己去阎王殿里见苦三多呀。胡少，只求您照顾好我老婆孩子，不求大富大贵，让他们不受欺负就行。你个老逼灯在说什么？赶紧帮我约见苦三多，他现在可是雍城的财神爷啊！刚拓展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胡少，这件事必然会牵连到我。8000万是我批的，我会承担责任，您放心，绝不会连累到你。今天我就跳楼，我说的，谁也拦不住我。别啊！我操，你他妈的消息有点落后啊！苦三多放出来了，原价没事，不是违禁品，是即将震动世界的好东西。你那8000万原价2天就赚回来了，我还要你帮我约他谈生意呢。你特娘的别真跳啊！什么？真的？包的，谁能想到呢？那小子的矿泉水根本不是什么矿泉水，只是个幌子。他那厂子一天的收益就能达到几千万，我毕竟和他接触少，所以想托你帮个忙，和他见一面，谈谈生意，看看有没有提前上船的可能性。他研发的这款产品是100%发财的好东西，这谁特娘的不想趁机喝点汤？至于吃肉那不太可能。为什么？以胡少您的身份，吃点肉很正常的，而且有您帮忙护航，他的船才能稳，这是轮得到我帮忙。吃个屁！我也是才知道，你赵建国是真牛逼，把陆议长的闺女送给人家当助理小蜜，你就是这样想进步的？谁？陆望舒，她是陆启明议长的闺女，真的假的？陆启明可是比您家老爷子话语权还重的人物，在整个东江说一不二。你知道就好，苦三多搞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就足以引起上面的重视，现在又有了陆议长保驾护航，别说东江了，整个国内谁敢乱伸手？所以啊，现在想上这艘船的难度可不低。我懂了，您放心，我尽最大努力帮您约到他。多谢，一旦事成，必有厚报。赵建国眼前一亮，马上给苦三多打去了电话。什么？你要借我钱？赵行长，我可还欠了8000万没还呢，确定还能借？看你说的，老弟是有本事的人，以前没产品我都敢借你8000万，现在有了产品，别说8000万了，8个亿都行。要不是我权限不够，我把银行都送给你。好家伙，你是真能拍马屁啊！行，那咱们就约在半个小时后我家里。好，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后，赵行长和胡光宇一起登门。苦三多并没有感觉到意外，昨晚的事情算是将生物能注射液的名头彻底打出去了。虽然没有在市场上出名，但是在资本和权力的圈子里恐怕已经传遍了。这对苦三多来说是好事，他迫不及待地想多借点钱，借得越多，下个月才能兑换更好的技术。欢迎。赵建国连忙回应，全程陪笑。对于他来说，苦三多已经不是一个运气好的穷小子了，连胡公子都上赶着求合作，这位已经是大人物了。胡光宇态度放得很低，在他看来，没有陆望舒，苦三多未来也是能和他平起平坐的人物，有了陆望舒，更是必然凌驾于他之上。两位老哥长话短说，我今天可能有些忙，
科学院的苏教授主持的国家级生物实验室要与我们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还有雍大附属医院，所以今天可能需要去魏县签订一些合同，会有记者跟随，所以我可能没多少时间陪你们，回头我单独请你们吃饭。客气了，苦兄弟，我也不多圈子了。上次合作我们都很满意，所以这次我想询问是否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价格方面随你开，我绝不还价，只要给个机会就行。这次恐怕不行。苦三多摇头，让胡光宇暗暗失望。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毕竟好多人排队等着呢。当然，还有一种投资方法，不知道胡兄弟有没有兴趣？什么方法？投资我个人，说实话，星海公司不缺钱，想拿到贷款非常容易。融资对星海没有任何好处，拿股份换市场更是可笑。毕竟这是足以碾压的跨时代产品。但我缺钱是真的，我不会躺在星海公司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所以我需要大量的钱去搞研究，去扩大经营。我需要一大笔钱，越多越好，我可以为此付出较高的利息。胡光宇闻言有些失望，只是借钱的话，利息再高又能高到哪里去？什么意思？纯个人信誉贷款，支付高额利息？接下来我会把星海公司的股份抵押给银行，毕竟银行利息低，当股份抵押完了之后，我再以个人的身份去借款，支付高额利息。总之，我需要借很多钱。这么晚，他们本以为苦三多是类似于抵押借款，本来还好奇为什么愿意付出高利息而不去找银行借贷，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货竟然是准备全都借。你到底要多少钱啊？越多越好。目前来说，星海公司日盈利按照5000万算，月利15亿，年利180亿。理论上说，这么优质的资产，估值1000亿绝不是开玩笑。但是很显然，一个新出的产品，纵然效果再怎么逆天，说的再好听，银行也不可能给我公司估值1000亿。毕竟意外随时可能到来，风险太大，能有100亿就不错了。所以我只能在银行借贷之后进行民间信誉借贷，越多越好，就看市场对我个人的估值、对我产品的认可，以及他们认为借出去多少不会崩盘。100亿还不够，借这么多钱，这是要做什么？套现跑路吗？难道产品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患？两人很难理解苦三多的脑回路，搞什么科研需要100亿？难道要造航母？可他们哪里知道，如今看似石破天惊的新产品，在苦三多看来，利益最大化的方法还真就是抵押贷款。1000亿不现实，纯做梦，没人敢借。但能搞到100亿也行，那可就是100万积分。健康水质提升技术仅5000积分，100万积分是什么概念？能直接全面铺开，吊打各种高科技公司了。这才是苦三多的一步登天计划。兄弟，我虽然不理解你借这么多钱干嘛，但我绝对相信你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我做不了主，我回去和家族请示一下。我与两位的谈话就代表了我的意思，如果有人询问的，我懂。怪不得苦三多这般瞧得起二人，原来是二人当传话筒了。倒也是，一个权贵圈子，一个金融圈子，眼前二人是最好的传话筒。这还是那个火中取栗的狠人啊，一点没变。这个人以后绝对是龙国的天骄人物。只是研发了一瓶矿泉水，竟然引来龙国生物实验室，只因我这矿泉水是能提升人类体质的黑科技。云海集团范文平颇为懊恼，太可惜了，我们当时不应该直接离开的。如果表达出了足够的善意，或许会有合作的机会。可能吗？他与我们的过节在那放着，怎么可能会与我们合作？这你就错了，他与我们没有过节，有过节的是齐家。对于整个云海集团来说，齐家只是一小部分。如果能够达成合作，你觉得上头的几家资本乐不乐意出钱让齐家滚蛋？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静待时机吧。与此同时，隆安国际酒店还是那个包厢，几个大老板正愁眉苦脸坐着。我就说苦老弟不是寻常人，你们偏偏不信。现在怎么说？人家不但完好无损的走出来了，听说现在各大银行和资本都准备上门送钱了。众人闻言更是气闷，苦三多的产品将会碾压式进入市场，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对于这么一个未来的超级富豪，错失交朋友最好的机会，想想就难受。都特么怪你啊，梁超群，自作聪明。现在好了，怎么搞？梁超群闷头不说话，这次得罪了对方，交朋友的机会没了。苦三多的资源对于他这个建筑行业的老板来说太重要了。造孽！工厂前，一群面容严肃的职场精英出现在苦三多眼前。苦先生你好，我是赵春雷，代表工行东江总行来与您洽谈贷款事宜。苦先生你好，我是周纯，代表国行。苦先生，我是温帅，代表农行。我是刘辉，代表建行。苦三多点头打了个招呼，双方开始对贷款的事情进行交流。说说估值、利息、最大限度能提供的贷款。200亿，您别嫌少，
产品是好产品，可风险也是真的大，谁也不知道多久会被攻克。这技术不是垄断就没有价值。经过我们多方验证与交流后，我们最终对星海只能估值200亿，年息5%，且期限只能1年。贷款由我们4大行共同承接，抵押物是星海100%的股份。当然，重点是生物能特殊菌种必须属于星海公司，而非您本人。这意味着，一旦苦三多1年后还不起钱，或者中途完崩了，那就相当于以200亿的价格将特殊菌种的配方直接卖给了银行。苦三多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如今的星海就是个破厂房，唯一的价值就是新菌种能贷款200亿，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下积分又要暴增。双方没有过多的砍价环节，直接当场签订了协议。苦先生，合作愉快，贷款将会在明天早上转入你们公司账户。签完合同后，苦三多起身送人，他们也干脆的离开。很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他们太客气了，虽然菌种的配方远超这个价格，但是别人不知道啊。很多人看来，我们不过是占据了先行优势，后续肯定会被攻克。正常来说，不应该是刻意打压拖延，然后谋取更大的利益吗？居然没有人在背后使手段，这么干脆的就让我拿到了贷款，这一点都不现实。我都准备好与他们斗一斗了，真是奇怪。或许和陆小姐有关。陆望舒跟他有什么关系？老板，你不会还不知道吧？你知道那些人喊陆小姐的父亲叫什么吗？陆议长，他爸是咱们东江的老大。什么？苦三多难以置信，随后想到了昨夜的经历，想到了苏德元教授和陈建教授。我操！他还以为是生物能菌种的出现惊动了这2位，没想到是因为陆望舒他爹。想想也是，这新科技问世摆在那种大牛面前的时候，起码也是2、3天之后了。能连夜进行验证和研究，那肯定是陆望舒他爹专门邀请来给他闺女洗脱冤屈的。原来我手底下还有如此猛将，以后可得把他当成姑奶奶供着。苦三多微微一笑，无论怎么说，这是意外之喜，有了陆望舒在，将会减少太多的麻烦事，可以一门心思放在如何欠债上。下午，苦三多召开了星海集团内部第一次会议，公司骨干齐聚一堂。苦三多告知众人自己贷款了200亿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都是傻的。他们虽然知道公司前景非常好，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才几天啊，公司就进账了200亿，虽然是借来的。老板，我觉得我无法胜任总经理的职位了。姜立海激动的同时，手脚微微发颤。他只是不知名的职业经理人，带过最大的公司也不过是一家市值1000万的企业，这可是100亿企业啊！要是让自己玩破产了，裤衩子卖了都不够赔的。我相信你，没有人生来就会什么，不会你就学。我相信你可以的，这200亿你随便花，我只要结果。开玩笑，下个月就能到手200万积分。任他亏能亏多少，就算是公司破产了也无所谓，下个月随便拿出一项技术也够赚回来了。对苦三多来说，人才不重要，他的产品具有碾压性，重要的是忠诚和听话。这半个月来，姜立海表现的就很好，让干嘛干嘛，跟牛马似的。什么是人才？这才是人才。会议室内，10几个管理层全部期待地看着苦三多。苦三多坐在椅子上，拍了拍着临时会议室的廉价桌椅说：“这些全都换了哦，买好的。我苦三多做生意。”为的不是发财，是兄弟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以后食堂免费，请大厨，买好菜。住宿方面，宿舍楼盖起来，全给我精装修，让弟兄们住得舒服一点。另外，雍大附属医院跟咱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后咱们的福利待遇再加一个医疗报销。从今天开始，咱们有钱了，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我的天哪！我是在做梦吧？是真的，这绝不是画大饼。星海集团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军高端市场。老板万岁！我操，这老板太酷了！众人欢呼，而苦三多只是微微一笑。不就是收买人心吗？谁不会是的？人家只是画饼，而我是真给。你敢信？小伙刚开公司就坐上了库里南，甚至司机都配上了奔驰大 G。林小伙通过欠债系统获得200亿。老板，咱们之前是没钱，只能出去地推销售产品，现在有钱了，我想搞个网络宣传，咱们也弄个官网，以后可以在官网订购邮寄，这样不但能加快销售，还可以很快形成品牌效应。你做主就行。我做不了主啊，老板，你还没理解，一旦网络火爆了，咱们这看似庞大的产出根本不够，所以要扩建。建厂是扩大现在的厂子，还是另外找地方开设分厂？这些得你来决定啊。扩大就行，瓶子那么小，批量冷链运输也简单，没必要开分厂。有一个问题，不开分厂的话，邮寄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需要低温保存，我们会需要大量的不同规格的冰袋。咱们是自己开个厂，还是外包出去？苦三多略微思索，拿起手机拨打个电话。刚子，我这厂子是做什么的，你也知道了吧？我们后面要邮寄，大量需要各种规格的冰袋。我的意思是你开个厂子。OK， 行，说定了，以后在你家采购。钱的事情不用愁，我给你个电话，雍城银行赵建国，你找他贷款提我就好使。这样解决的吗？果然有土豪的气势。还有事吗？有，
咱们公司总部是建在厂里还是怎么说？老板现在有钱，我的建议是盖个总部大楼，不然以后还是得建，咱们得未雨绸缪。还有公司配车问题，各省销售是招代理还是开直营店，这些都需要谈啊。大楼的话建起来太麻烦了，这样回头我买一栋，以后公司还有其他产业，总部位置放雍城吧，配车我在雍城买，到时候让他们给你送来。好的，老板就是豪横。第二天一早，苦三多就带着财神爷陆望舒前往高端场所买车买房。路上，苦三多掏出手机拨通了胡光宇的电话。喂，胡少，我需要一个对车和房的高端市场比较了解的向导，能帮上忙吗？那可太能了，我手下的公司就是做高端车的，你来我这，我成本价给你。众人很快抵达雍城的一处高端汽车市场。胡兄弟，我准备给自己买一辆车，给保镖买一辆车，给我公司总经理买一辆车。苦少，你准备自己开的车是要跑车还是豪华轿车？不要跑车。众人皆是奇异的看向苦三多。按理来说，年轻人突然暴富，居然不要跑车。我没驾照，只坐车不开车。苦三多伸手指向豪华展台上的一辆 SUV， 那辆不错，我要了。那是不重要，我有钱。好吧，被人贴脸炫富，胡光宇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那辆 SUV 还有那辆轿车 ，SUV 给保镖，轿车送到魏县星海公司给总经理。龟龟自己做900万的库里南没什么，给保镖配500万的大 G 就有点离谱了，还给总经理配了个500万的迈巴赫，这是什么神仙公司啊？陆助理，去刷卡。老胡，不要客气，我刚赚了200亿。什么刚赚了200亿？明明是刚借的200亿好吗？真能装13。对了，胡少，给我投资的事考虑的如何了？老爷子拍板了，可以借，具体数额就看你给多少利息了。胡光宇这次说的很直接，毕竟这是借款，固定收益，不是入股，没有绕来绕去的必要。我给这个数。这是1根手指应该是10%，2根手指应该是20%，可伸出拳头是什么鬼？拉满，法律允许范围内，直接拉满，年利息24%，因为借得多，风险大，我也不坑你。你没开玩笑？24%的年利息属于合法范围内的高利贷，毕竟除了极少的优质资产外，正常生意年利润能够达到20%，堪称奇迹。我马上抽调所有能动用的资金，部分非优质产业抵押贷款，能给你凑出10个亿。10个亿的年利就是2亿4千万，每个月坐收2000万的利息。这种钱赚起来简直爽飞了，而且重点是省事、稳定，没有任何风险。合作愉快。苦三多眉开眼笑，多10亿，那就是多了10万积分。现在已经有了210万积分，马上就能兑换下一个黑科技了。我花10亿买下一座豪宅，竟引来全城富豪上门祝贺。胡三多搬家的事情，你传出去了吗？乔迁之喜，你帮忙的吗？什么都没做，你算什么朋友？老爷子的点拨让他恍然大悟，随后放出消息。新晋超级富豪苦三多定居雍城，10亿天价拿下东园，明日举办乔迁之喜。消息传出，整个雍城的权贵圈子和金融圈子都知道了。第二天一早，一辆辆车抵达东园，以王耀祖为首的7、8人来到东园。苦三多上前迎接，怎么不把车开进来？今天来的可不只是我们的车哪有资格进东园啊？后面还有大人物呢。说完，又是一辆辆豪车抵达。胡光宇带着几个年轻人上前打招呼。给苦三多一一介绍着身后的人，他们的长辈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圈子，所以他们自然成了代表，一个个看似孤身而来，实际上代表了自家的长辈，他们的地位可要比车子只能停在外面的那些商人高多了啊！你这也太夸张了吧？也不早点说，我可什么都还没准备呢。一点都不夸张，和苦哥你家新产品造成的轰动比起来，这都是小场面。你既然定居雍城了，那为了以后生活方便，当然得熟悉一下雍城的圈子，也让大家都看看苦哥你的样貌，免得有不长眼的得罪了你。准备工作什么的，你就不用担心了，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当今天是用你的场地搞了一场宴会就行。就在这时，云海集团的冤家竟然也到场祝贺。胡总，我对您可谓是神往已久了。客气客气。苦三多与他握手。看着曾经公司的总裁，如今这般站在自己面前来为自己庆贺，一时间心中也是爽的一批。苦三多将众多宾客迎入东园，正要回去，这时一辆低调的汽车停在了大门前，一个陌生的身影走下车，笑着上前，将一个手提袋交到了苦三多的手中。领导事忙，没法亲自过来，听说你今日乔迁，就让我送来一些礼品，以作庆贺。领导是？就是陆小姐的爸，我是她秘书，姓张。那来都来了。张秘书就先别回去了。不了，影响不好。领导说抽空你可以跟陆小姐回去一趟，她有事情要和你谈谈。明白，那就今晚陆望舒回去的时候我送她。那就祝贺苦总生意兴隆，一鸣惊人。我就先回去了。张秘书来的匆匆，去的也匆匆。等苦三多回到东园，却发现众人有意无意间都看向了他。自己不认识张秘书，可这些人恐怕没有一个不认识的，这算不算给我镇场子了？苦三多暗暗嘀咕，将礼物递给陆望舒，自己则是与众人闲聊了起来。陆望舒知道
是自己老爸送的，也不客气，当场打开看了看，嘀咕了一声：“茶叶1毛钱没花啊，这么大个领导是真抠。”这可是特供好茶，根本买不到的。我家老爷子跟宝贝一样，我要了好多次都没要到。要不到你不会偷吗？这可真他妈是个好主意啊！你爹就你一个闺女，你随便拿，可我家老爷子能打死我，你信不信？我花10亿买下一座豪宅，竟引来全城富豪上门祝贺。你好，苦总。这是一个顶着渣女大波浪的性感女人走到苦三多面前，她皮肤白皙，风韵犹存。你好，新朋友太多认不全，请见谅。我应该比他们更好记一些，我们是邻居。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维。他就是买下西园的富豪，没想到这么漂亮。沈氏集团的沈维，对吧？对，没想到苦总知道我，还真是荣幸。听说苦总贷款200亿后仍然四处拉投资，不知道苦总除了生物能外，还准备做什么生意？不要误会，沈家现在的生意到了瓶颈，我们急需寻找另外的投资方向。如果苦总的生意值得投资，我想我们沈氏集团可以拿出让苦总心动的数额。沈维的话音落下，苦三多眼前一亮，周围众人也是眼前一亮。苦三多是确实想拉借款，正愁怎么开口，这就送上嘴边了。看样子大家对我要做的项目都很感兴趣。诸位，有人会好奇我一个普通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能搞出这么大成果？相信我，我是一个天才。此话一出，顿时现场沉寂下来，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陆望舒更是无脸，在他看来，特殊菌种可能就是苦三多在搞食品研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根据他这么多天的观察，苦三多就是混吃等死类型的，没事就躺着，除了玩手机就是吹牛逼。可他哪里知道，苦三多要的就是一个类似于钢铁侠的天才人设，不然以后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够跨行业研究出各种黑科技？在我看来，无论各种科技科学再怎么分散，未来人类支柱性的产业也就只有5种。第一，生物基因科技。我们公司第一款产品，也就是生物能注射液，在我看来就是最基础的生物基因科技产品。我们会对此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已经与国家级生物科研实验室达成合作。第二，能量能源科技。毫无疑问，能源是一切基础，未来科技无论怎样，永远脱离不了对能源和能量的深入开发。第三，人工智能科技。目前汽车导航与智能驾驶方方面面都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第四，机械工业科技。毫无疑问，工业制造业能大力拉动经济。第五，基础材料科技。人类科技的发展一局限于对理论的验证，二局限于基础材料的限制。众人听闻皆是一脸震惊，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当然了，饭要一口口吃，步子大了容易扯了蛋。所以我下一个要做的项目就是5大科技支柱中的第2种，也就是能量能源科技。我想投资研究一款全新的电池，所以诸位听懂掌上。本人承接一切投资业务，只要给我钱，年息24%，国家规定的最高水准，每月支付利息。现场哗然，听闻24%年息，众人眼睛放光，这跟高利贷有什么区别？如今生意不好做，4%以上的收益率基本就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了。苦三多这个24%年息的借贷简直太吸引人了，我投了。这时，坐在第一排的沈维率先开口：“我相信苦总的未来，我沈家可拿出30亿。我胡家追投5亿，昨日清算了一些不赚钱的资产，我相信苦总的未来。我云海集团投20亿。”王氏地产投5亿，刚卖了楼盘，钱都没捂热呢，给你了老弟。龙安集团投5亿，雍华建筑投5亿。一时间场面异常火爆，不断的有人投资，待到现场彻底清静下来，苦三多已经乐开花。沈家30亿，胡家15亿，云海20亿，王耀祖一群人投了30亿，其他人零零总总加起来也有55亿。也就是说，除了银行贷款的200亿之外，苦三多无抵押从这些人的手中贷到了150亿。欠债350亿了，下个月就是350万积分，马上就能兑换下一个黑科技了。民用级恒温固态电池技术，售价280万积分。刚错转8000万，你直接买了烂尾楼，只因你激活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债就能觉醒各种顶尖技术，成为第一个靠欠债发家的神豪。民用级恒温固态电池技术售价280万积分。评价：某不知名小公司研制出的内核是恒温固态电池，作为某款电池的盗版，它具有极致性价比。癌细胞抑制液技术售价70万积分。评价：某生物基因实验室意外产物，依靠对自身基因的刺激形成对异变细胞的抑制作用，使异变细胞自然死亡脱落。下次结算我将获得350万积分，多的70万积分足以兑换治疗癌症的技术，从而挽救无数家庭，缔造出一个医药方面的巨无霸企业。尘埃落定后，苦三多想起来答应张秘书的事，于是派车送陆望舒回家。两人进屋后，就看到了陆启明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三多，你来啦！你小子最近到处借钱，想做什么？一个特殊菌种已经引起上面的注意了，本来都要投资你了，结果你到处借钱，他们还以为菌种有什么隐患，现在都吓得不敢接触你了。伯父，
我要的是借钱，不是投资。让我欠债可以，要我股份不行。有区别吗？赚多少钱才算多？你要明白，咱们跟西边不一样，资本那一套在咱们这里不好使。经商这种事情，有1000亿和有1万亿，在地位上是没什么区别的。怎么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说。行吧。这小子哪来的底气这么跟我说话？难道我家丫头被猪拱了？你小子离我闺女远点，你俩不合适。好。他本就对陆望舒没有太多想法，不是他喜欢的类型。答应这么干脆？难道他俩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有孩子了？哼！你小子，今天我教你几个道理。您说。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现在你手中汇聚了300多个亿，这些钱无论砸在哪里，都能引起惊涛骇浪。你要谨言慎行，以后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一言一行要注意影响。在咱们这里，如果你引起了公愤，那很难处理。你知道我是怎么爬到现在这个高度的吗？你背后有人。你特么，这只是一方面。苦三多连忙表示自己错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要学会团结。这不是要你靠拢谁，而是告诉你，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集体越大，力量越大。当你能够团结10个人，你就可以少做很多活。1000个人，你就是企业家，10万人，别人就得考虑动了你值不值得。陆启明从人脉、管理、思维、商业几个角度上给苦三多一一讲解。你听懂了吗？懂。搞枪搞炮，敌人全部搞死，剩下的都是朋友。你特娘的给我滚！陆爸直接被气笑了，苦三多被赶出了陆家。不过他不后悔拥有欠债不还系统，他根本没得选。陆爸说的是人间正道，可他只能走捷径，这没办法。老板谈的怎么样？哪来那么多好奇心？开你的车，跟着胡少走，咱们今晚潇洒。胡光宇找的酒吧是雍城的一家高端酒吧，胡光宇是这里的常客，当即跟经理喊道：“2楼天字1号。”说完，几人正往包厢走，却发现姜立海没有跟过来。转头发现他正死死地盯着一对男女。苦三多和胡光宇走上前去，见一个性感女人正与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搂搂抱抱，两人腻歪着，手脚还不老实。谁呀？你老婆？这个贱人！姜立海气得浑身发抖。两人对视一眼，苦三多看向郑强：“来，老板，去吧，出了事不要供出为师。”是，老板。郑强蠕动着嘴巴，在姜立海惊愕的目光中走向那两人。中年男人张嘴正要说话，可郑强更快一步，他蠕动的嘴巴终于是停下，一口82年的唾沫正中靶心，落入中年男人口中。你他妈！一口82年的唾沫正中靶心，落入中年男人口中。你他妈！他忍无可忍，伸手打向人高马大的郑强。郑强面不改色，抬手一巴掌抽了下去。你 TM 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愤怒的他拎起酒瓶就要还手，郑强先下手为强，大喝一声冲了上去。一点误会，你居然动用凶器！大家看好了，我这可是正当防卫。你干嘛打人啊？救命啊！什么情况啊？鬼鬼敢在星光酒吧打架，不知道星光的背景吗？围栏边，苦三多和胡光宇则是看热闹，经理满脸为难，支支吾吾又不敢开口。老板，可以了，多谢了。自己人还能让这狗东西给欺负了？郑强闻声而停。兄弟，你没事吧？你别怪我，是你先动手的，我只是正当防卫。中年男子和那女人都气疯了，但是碍于郑强的武力，却又不敢吭声。只有那女人拨打执法电话。老姜，该你上场了。苦三多给旁边的经理吩咐了2声，经理顿时喜笑颜开。胡总您放心，给您安排的妥当。我也去揍他们吗？那不用，郑强已经折磨了他们的肉体，接下来就是你来折磨他们的精神。姜立海正疑惑之时，只见经理拿着话筒喊道：“诸位，好消息要通知大家，今晚的所有消费由姜立海姜公子买单。”卧槽，姜贝尔，姜总是哪个公司的姜总啊？你管他哪个公司的，牛逼就完了。姜总牛逼，姜总牛逼。姜立海的前妻难以置信地看着身穿西装、帅气成熟的姜立海，怎么可能？他又发达了。前妻骤然看向郑强。你跟姜立海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他让你动的手？你说。我的劳动合同签的是与雍城分行，老板是赵建国。你说的姜立海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说着，郑强还从兜里拿出了身份卡，上面还真写着工作单位：雍城分行，职位保安。你一个臭保安，你敢打我，老子要你好看！我有钱，银行上班，懂不懂含金量？说吧，你要讹我多少钱？谁他妈要你的钱？我有钱，老子不缺钱，我就要你坐牢，你等着！刚才接到报警的执法人员来将3人都带走。老板，郑兄弟不会有事吧？哎，都是因为我，如果需要赔钱什么的，也我负责。还有今晚包场的消费，也由我的工资抵扣。编剧用得着你那点工资？放心吧，9牛1毛，郑强也不会有事，我都安排好了。执法所内，郑强下手很有技巧，
经过伤情鉴定，连轻微伤都算不上，因此执法员便劝两人私了和解。凭什么呀？为什么不能拘留？不但要拘留他，我们还要上诉，要他坐牢。查了监控了，你们先动的手。他吐我嘴里啊，大子！人家解释了，他说他没有注意到你，他看这位女士觉得好看，没想到随口吐了一口，吐你嘴里去了，这是误会，他顶多是没素质，不构成犯罪，反倒是你主动打了人家。虽然你挨揍比较狠，但是错在双方，不能单方面认为是人家的错。那这个女人的前夫在我挨揍之后请全场喝酒，我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是他前夫指使他打的我。疑罪从无，他是雍城分行的保安，和江丽海没有利益往来，除非你们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不然无法判定他是被人指使。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因为你挨揍比较多，所以你可以向对方索要赔偿，或者要对方道歉。那就让他道歉，我不缺钱。不行，赔偿可以，道歉免谈。必须道歉。2万。不行，就要道歉，我不要钱。3万。必须道歉，老子不缺你这2个臭钱。绝不可能，老板说了，砸钱解决。调解员连忙劝导：考虑一下，道个歉就能解决，那可是3万块钱。不行，我就好面子。5万。5万了，可以了。调解员心动了，他是真的想道歉，奈何挨揍的不是自己。不行，我不差这5万。一口价10万，可以就解决，不行咱们重新掰扯。眼看郑强来横的，如果不同意，可能屁都捞不到了。中年男人最终点头屈服。现场转账哦，不要骗我。行。郑强拿出手机给苦三多发了个消息：老板要赔10万。叮的一声，30万的转账信息跳出，郑强点击收下，给中年男子扫了10万，美滋滋的看着余额中的20万。嘿嘿，好家伙，你还说没人指使？不行，10万不行，再给我10万。也给脸不要脸啊！意思可不就过这2天，你再喊我就告你敲诈勒索。中年男子咬牙，最终怒骂一声：挨打赚10万，打人的赚20万，还有没有王法了？我靠欠债不还系统赚下数百亿身家，曾经看不起我的8大豪门，却抢着与我合作。苦哥，这次你替员工出头要大出血了。这都是小钱，有办法搞到一批持枪证吗？胡光宇闻言心中早已泛起惊涛骇浪。苦哥，你说什么？持枪证一批？我的盘子只会越来越大，既无爹妈又没妻小，连个继承人都没有，万一有人动了心思呢？我得提前准备。苦哥，办持枪证的话，其实只需要注册或收购一个安保公司，达到符合规定的资质就可以办理少量的持枪证。但是如果你想大量办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别说是我了，就算是陆小姐的父亲也不能明目张胆的给你办，除非你能研发出保密级别非常高的高新科技，或者你本人如果出了意外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生物能注射液不够吗？不够，除非你能证明这个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攻破，你拥有垄断西方市场的可能性。那算了，羽翼未丰，我可不打没把握的仗。不过胡光宇说的安保公司我倒是有兴趣，如果我创办一家安保公司，你能给我找到足够的退役兵当员工吗？这很简单，我二叔就在相关单位工作，咱们东江每年退役的士兵很多，只要工资给的高，别说招人了，完全可以让你去选人，无缝衔接，退役直接退到你公司去，还能给公司弄个退役军人合作就业的名头。懂了，回头给你打招呼。另外，我研发的治疗癌症药物给你个授权，我们只生产，没工夫去卖。苦哥，不，义父，这药物可是震惊世界的产品，跟你混真是吃香喝辣了。第二天，苦三多下了楼就看到陆望舒坐在茶桌上泡着他爹的特供茶。今天来这么晚？哼，也不知道你昨天跟我爸说了什么，他气得一夜没睡，我能睡好吗？那你再去睡一觉。不用了。你不准备补觉的话就准备一下，这几天事还挺多的。隆安那边我问了，虽然施工，但是不影响办公。我们先把公司骨架搭建起来，还有几家公司要收购，都得问问。苦三多平日里撂挑子只搞钱，对公司的很多事情都不管不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很闲。他每日思索最多的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在系统商城中应该兑换什么科技。苦三多拿出早已物色好的猎头名单，递给了陆望舒，联系他们来这里谈。好的，老板。他看着罗列出的一个个公司名与联系方式，心中早已泛起惊涛骇浪。全是东江或雍城的老牌企业啊，虽然分属于不同行业，但都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部门。陆望舒开始拨打电话，一个个拨打，然后约好了时间后，很快将一个表格递给了苦三多。王律神往已久啊！对苦总这号人物，我才是神往已久。你们的新产品真是石破天惊啊！只是不知道苦总约我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么短的时间，贵公司的产品已经被抄袭了？还没有，但是我个人认为也快了。难道苦总是要预约我们律所进行后续的起诉工作？那太麻烦了。据我所知，华庭律师是王律和2个合伙人一起建立，只是半年前2位合伙人撤资离去，如今华庭全靠王律撑着。没办法，人各有志。不过我们律师的实力还在的。他们虽然带走了一批人，但是剩下的人全都是我这些年精挑细选的精英，每一个都能独当一面。3000万，根据我的调查，
华庭律所如今大约有20人，我出3000万买下你们1年的时间。这1年你们将是星海法务部门的员工，这3000万由你去分配。1年后你们是回去开律所，还是继续留在星海工作，全由你们自由选择。王德发愣住，3000万这个数字不多，他每年的收入大概在400-500万左右，但整个律所也只有他有这个收入，其他人都是几十万左右。这3000万1年顶2到3年的收入，不得不承认王德发心动了。蒲总，我想知道1年后我们的收入如何？以这1年的表现来判断未来工资水平，到时候双方商谈，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但我可以保证，星海的收入水平绝对是全国所有企业中最高的。这句话苦三多没有吹牛，毕竟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他有黑科技，他赚钱太容易。王德发起身，伸出手来，笑着说道：“以后我们这些书呆子就靠老板的照顾了。”放心，我不喜欢画饼，但毋庸置疑，我赚钱很快，也乐于花钱，不会亏待自己人。老板，我现在就回去安排，2天之内，华庭律所就会集体搬迁过来。去吧。王德发离去不久，又一群人找上了门，是雍城盛虹会计师事务所和东江万富财务管理服务公司以及环宇商业人才咨询，全部都是东江的公司管理精英。看来苦三多这次准备壮大队伍了，耗资1000万打造管理团队，又招收退伍士兵，成立安保公司，决心在东江掀起一场大风波。会客厅中，环宇商业人才咨询的魏东笑着打招呼，实则看热闹，因为圈里的人都知道，盛虹和万富2家公司很多方面都有重叠，是死对头，且互相挖人，搞得很难看。没想到还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俩人走在一起，还真是奇迹。不一会，3人到达会客区，华爷，苦三多上前打招呼，还不待3人讲话，张口就说：“星海诚邀3位的加入。”什么鬼？3人当场愣住，他们3人都是企业的老总，什么叫诚邀加入？都当老板了，难道我们还能扭头回去当打工人？3位创业真的好吗？据我了解，因为国际博弈，如今国内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差，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是各大企业都在裁员，收缩支出，能省则省。3位的公司都是属于服务类公司，这2年过得很艰难吧？3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先开口。3位还能挺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星海正是朝气蓬勃的时候。苦三多拿出生物能注射液，单这一个产品就是千亿、数千亿的市场，不谈其他，我们星海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成庞然大物。也因此，我们招人不难，但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快速响应起来，不需要磨合的队伍。3位的公司很显然具备这个条件。我也可以给出我的条件。刘云刘总，你们来了，直接接手财务部门；赵宇明赵总接手审计部门；魏东魏总接手人力资源部门。对于3位的公司，我可以直接收购，给予足够的补偿，不用担心价格低。你们企业没有核心产品，只是服务类，收购起来很便宜，我可以溢价收购，给足安家费。眼看3人有些心动，苦三多微微一笑，接着说道：“华庭律所已经成为我们星海的法务部，功成名就就在今日，如何选择？希望3位也考虑一下。”我加入。魏东迫不及待。显然苦三多开出的条件极具吸引力。正如苦总所说，大环境不行，赚钱很难，而且我在贵公司看到了功成名就的希望，不需要苦总溢价收购，只需要苦总根据我们的价值给予足够的待遇就行。赵宇明和刘云互相对视，这一刻，曾经的老冤家做出了共同的选择。我加入，我也加入。欢迎，这新组建团队太牛逼了。法务部王德发，东江法务精英；人力资源部魏东，年轻有能力，急于实现人生价值，不会拉帮结派。财务部刘云和审计部赵宇明成熟稳重。双方又互相对立，一个负责财务，一个负责审计，互相监督。只待后续不断的有新人进来，为了维持自身，就算是老油条也会拼命的干，而新人为了出头，更会死死的盯着那些整体搬迁过来的老人。1年之后，经过多次调整后，新老之分，原本的印记就全没了，到时候就只有星海，也只能有星海。3人离开后，陆望舒给苦三多倒了杯水，想到了他刚才的自信与果断，言行间的气势与压迫力，陆望舒忍不住感慨：你越来越有上位者的做派了。有吗？绝对有啊，老板，现在的你纯纯霸道总裁范，一举一动不怒自威，威风凛凛啊！这厮怎么开始拍马屁了？苦三多不知道，王刚听了郑强炫耀到手20万好处费后，眼珠子都羡慕红了，一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拍马屁。如今看到机会，当然得表现表现。我记得你不是挺老实憨厚的，平时话也不多，今天这是怎么了？有事需要我帮忙？老板，你看你什么时候把雍城银行也收购了？好说，你和郑强你俩马上离职，我今天恰好要创立一个安保公司。耗资1000万打造管理团队，又招收退伍士兵，成立安保公司，决心在东江掀起一场大风波。老板，你看你什么时候把雍城银行也收购了？好说，你和郑强你俩马上离职，我今天恰好要创立一个安保公司，你俩直接挂在安保公司，给你们涨工资，月薪10万，有事另算。如果我遇到了危险，你们只要能够挺身而出，全有奖金。真的？王刚和站在一边的郑强全都露出了狂喜之色。真的，盘子大了，只靠你们2个肯定是不够的。
我听赵建国说了，你们退伍前是特种兵是吧？怎么会突然退役？犯了错误，军演的时候不遵守纪律，造成重大影响。不只是我俩，还有几个战友，我们一个特战小队集体退役了。不至于吧？培养一个特种小队的代价可不低，一场失误直接退役。老板是跟其他国家搞联合军演，这小子剁了人家的手，连累我们集体退役，他都挨了3顿打了。我操，牛逼！老板，听你的意思，想扩大安保规模，我们那个小队都是精锐，要不也给他们一份工作？如果只是寻常工作，他自然不会多说。但听苦三多的意思，月薪10万，还创立安保公司，这进去了就是元老啊，这不比当保安强？行啊，我也定个规矩，月薪10万起，享受集团公司各项福利，有事另外算钱。当时奖金，如果我遇到了危险，就一次论功行赏，最少奖励100万。如果因为救我出事，终身残疾补偿1000万，死亡补偿5000万。这么高，那我赶紧联系老战友。关队，叫上咱们7个战友，老地方集合，来大买卖了。中午几人开车前往相关部门，给胡光宇打了个电话，加快了流程，又前往执法部门进行备案登记。苦三多对新员工有要求，他要的是敢打敢拼命的，所以挑选起来也比较麻烦。但是对方表示很简单，会专门留意筛选，将符合条件的名单送到新成立的安保公司。随后苦三多见到了郑强和王刚的几个战友，包括郑强和王刚在内7个壮汉，就算是身材最消瘦的也紧绷着肌肉。经过介绍，年纪最大的是特战小队的队长兼指挥关雷，关雷是个40岁的壮汉，双目有神，面容坚毅，一看就不好惹。然后就是突击手郑强、爆破手王湘、狙击手丁一、观察手周峰、医疗兵苦雨、海豹兼火力压制兼掩护兼做饭兼司机兼干杂活的王刚。哦，你还挺全能啊，怪不得他开车比郑强稳多了，就是看他稳才一直让他当司机的，没想到还是专业的。嘿嘿，谁说谁干活？这样啊，对不起，打扰了。苦三多立马转身看向几人，心中对几人也有了安排。福利待遇都说了吧？说了，老板放心，真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肯定舍命救你。毕竟我们7个加起来都不止5000万，这就夸张了。谁的命都是只有一条，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这么想。关队年龄最大，稳重，以后就担任安保公司的总裁。如果干得好，以后就一直干下去，福利待遇会逐步提升。是，老板。关雷没有任何意外，一来他早年受过伤，年纪也大了点，战斗力肯定不如其他人，而且他更擅长指挥。二来他是小队的大脑，但作为保镖的话不能有脑子，有了脑子，雇主的安全就无法保证。至于你们6人，再去提辆车，普通一些，不提眼最好。以后还是王刚兼我司机，会会急救，坐副驾驶，郑强你与王湘一组，担当主力，丁一与周峰一组，暗处接尾，关键时刻进行还击。收到。如此，苦三多终于是有了一些安全感，让丁一与周峰去提车，其他众人跟着苦三多回到了星海大厦。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距离比较远的康瑞医药的老板孙伟也是来了。只是让苦三多意外的是，没有看到瑞明新能源的老板黄瑞明。他人呢？他说已经听说了上午发生的事情，瑞明新能源不准备出售，他也不想放弃梦想，拒绝了。有意思，想开价。苦三多微微一笑，这几家公司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真实情况怎么样他都了解。瑞明新能源只是一个新能源行业里的2流企业，全国排名前20都进不去，市值不过100亿左右。最近更是爆出了公司董事频繁出手股票的消息，圈里人都知道是黄瑞明自己出手的，他是想卖的，自觉与其他公司很难竞争，倒是没想到有人上门要买了，他反而不急了。那就联系长恒科技，做新能源的又不止他一家，我倒要看看咱们收购了长恒科技后，他